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你推荐一本能够改变你家庭关系，甚至改变你人生轨迹的书籍《团圆记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知名心理学家、家庭关系专家李明博士。李博士在家庭心理学领域耕耘超过20年，他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和实践，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家庭关系修复与提升方法。而《团圆记》正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。《团圆记》不仅仅是一本书，它是一份指南，一份通往幸福家庭的路线图。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，家庭关系常常被忽视或误解，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痛苦。李博士通过这本书，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简单的习惯和技巧，重建亲密的家庭关系，让家真正成为心灵的港湾。在开始介绍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是否曾经感到与家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？是否曾经在夜深人静时，怀念那些曾经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《团圆记》正是为你而写的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著名影星汤姆·汉克斯曾在一档访谈节目中提到，他与家人的关系曾经非常紧张，尤其是在他事业巅峰期的时候，他感到自己与家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找回那些失去的亲密感。后来，他读到了一本改变他家庭关系的书，正是《团圆记》。通过书中的方法，他学会了如何与家人沟通，如何表达爱意，最终重拾了家庭的温暖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我们身处何地，无论我们多么忙碌，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《团圆记》全书共分为10个章节，每个章节都围绕一个核心习惯展开。这些习惯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学原理。李博士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建议，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这些习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从而改善家庭关系。习惯1：倾听的力量。倾听是沟通的基础，也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。李博士在书中指出，很多家庭矛盾的根源在于我们缺乏有效的倾听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倾听不仅仅是用耳朵听，更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对方的情绪和需求。有效的倾听需要我们放下自己的成见和判断，全心全意地关注对方。李博士建议我们每天花至少15分钟时间，与家人进行1对1的深度对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： 1. 保持眼神交流； 2. 不打断对方； 3. 适时回应，表示理解和同情。李博士在书中写道，倾听是一种艺术，也是一种责任。当我们真正倾听时，我们不仅听到了对方的声音，更感受到了他们的心灵。一个名叫小丽的年轻母亲，曾经因为与青春期女儿的关系紧张而苦恼。她尝试了各种方法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后来，她读到了《团圆记》中关于倾听的内容，决定尝试每天与女儿进行深度对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她发现女儿开始主动与她分享学校里的事情，母女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。习惯2：表达爱意。爱需要表达，否则对方可能无法感受到。李博士强调，表达爱意是维持家庭关系的重要手段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爱与归属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。表达爱意不仅能满足对方的需求，也能增强自己的幸福感。李博士建议我们每天至少对家人说一句我爱你，或者通过小礼物、拥抱等方式表达爱意。书中提到，爱不是藏在心底的，它需要通过语言和行动来传递。一位名叫张先生的父亲，曾经因为工作繁忙而忽略了与儿子的交流。后来，他开始每天给儿子写一张小纸条，表达自己的爱意和鼓励。几个月后，他发现儿子变得更加自信，也更愿意与他分享心事。习惯3：解决冲突。冲突是家庭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，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解决冲突。李博士在书中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技巧，帮助我们化解矛盾，增进理解。冲突解决理论认为，冲突并不可怕，关键在于如何处理。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协商，可以将冲突转化为增进关系的机会。李博士建议我们采用以下步骤来解决家庭冲突： 1. 冷静下来，避免情绪化； 2. 明确冲突的核心问题； 3. 倾听对方的观点和感受； 4. 寻找共同点，协商解决方案。冲突是家庭生活的调味剂，处理得当，它会让关系更加稳固。一对夫妻因为家务分配问题而争吵不休，后来他们决定采用《团圆记》中提到的冲突解决方法。经过几次深入的对话和协商，最终找到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。习惯4：共同活动。共同活动是增进家庭成员之间感情的重要途径。李博士建议我们定期安排一些家庭活动，如一起做饭、散步、旅行等。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共同活动可以增强全体凝聚力，促进成员之间的理解和合作。
李博士建议我们每周至少安排一次家庭活动，可以是简单的家庭聚餐，也可以是户外运动或旅行。共同活动是家庭关系的润滑剂，它让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。一个名叫李女士的母亲，曾经因为与青春期儿子的关系疏远而苦恼。后来，她决定每周与儿子一起做一次饭，通过共同的活动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，儿子也变得更加愿意与她交流。习惯5：感恩与赞美。感恩和赞美是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李博士强调，感恩和赞美不仅能增强对方的自信心，也能增进彼此的感情。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感恩和赞美可以提升个人的幸福感，增强人际关系。李博士建议我们每天至少对家人说一句赞美的话，或者写一封感恩信，表达对家人的感激之情。感恩和赞美是家庭关系的阳光，它让家庭生活更加温暖和明亮。一位名叫王先生的丈夫，曾经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忽略了妻子的感受。后来，他开始每天对妻子说一句赞美的话，并且写感恩信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他发现妻子变得更加快乐，夫妻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。通过以上5个核心习惯，团圆记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家庭关系提升方案。这些习惯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学原理和实用的应用方法。只要我们用心去实践，就一定能够重建亲密的家庭关系，让家真正成为心灵的港湾。家庭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，无论我们身处何地，无论我们多么忙碌，都不要忘记关心和爱护我们的家人。我真诚的希望你能阅读《团圆记》，并将书中的习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。相信我，你一定会看到家庭关系的变化，你一定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家庭是我们心灵的归宿，是我们在风雨中的避风港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用心去倾听，用爱去表达，用行动去改善我们的家庭关系。相信《团圆记》会成为你家庭生活的指南，帮助你创造一个更加幸福、和谐的家庭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：家庭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它需要每一个成员的共同努力。让我们一起为了家庭的幸福，为了亲情的永恒，行动起来吧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《团圆记》能为你和你的家人带来无尽的幸福和温暖。